今天为大家跟进一下比特币最新的盘面走势。这一阵子的震荡行情令人非常抓狂，因为比特币既没有上去也没有下去，就在88000到94000之间来回震荡。但是这样子的震荡行情呢，或许已经来到了尾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下距离趋势线哪怕不涨上去的情况下，就横盘到曲线碰到边缘的时间节点也仅剩6天而已，就代表周末过后，也许比特币要产生一个最终的方向了。那这样子的震荡行情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交易才更有优势呢？这样子的一个突破趋势线，你要考量追多吗？跌破下边缘的底部通道，要不要去追空呢？这些问题我们将从技术面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探讨。这个呢是比特币的日线图，从日线级别来看，我们发现比特币依然是在这个区间内盘整着，它并没有做出什么关键性的走势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今天是一根阴线，一度有往下跌，然后呢又重新回到这个区间内。那么在行情进入盘整区的时候呢，每次略微上面涨一点，很多人会觉得比特币这次肯定会涨上去。那么任何时候往下跌一点呢，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一次一定会跌下来。但是就目前来说，它仍然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波动，并没有做出非常关键性的走势，除非说它这个下阳趋势线给它突破。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往下跌，跌到前面一些平行的低点之后呢，有个小小的收回去。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标志性的动作，因为前面呢也没有什么关键的价格行为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，行情走势我们要知道它大概是在做什么。如果是在进行盘整的话，那么小级别的一些无序的波动确实没有太多必要去进行分析。那为什么往上冒一点呢，然后往下面又跌一点呢？那这种意义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大。就目前为止的话，是一步一步临近到这一个下降趋势线。那么这个呢，算是目前比较一个清晰的交易区间。如果说在这边盘整，甚至把前面低点跌破，然后慢慢往上走，任何时候往上面突破，我都会觉得有个小小的反弹。当然呢，有很多朋友是觉得大趋势往下嘛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最好是小级别寻找做空的机会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话，想要在这里下跌顺畅的话，即便是假突破，它也会来那么一下。比如说，它再往下跌，盘整到前面这一带的支撑主力互换位，那么也是前面这一带的低点来到这边，然后出现颓势再往下跌，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目前来到这样一个位置，你想让它往上，那么你就需要耐心的等到趋势线往上面突破。那如果说你希望它往下，通常也会来到一个更高一点的位置，吸引更多人做多，至少呢把上面的空头止损打一下，才会有流动性往下跌。所以呢，目前我的判断是它仍然在盘整区间，而且一步一步临近这个下降趋势线，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到它在趋势线附近的价格行为。另外，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10月11日内幕做空赚了1个亿的巨金呢，今天早上再次开启做多比特币的多单，好像它是全面看涨。那你要留意的是什么呢？它什么时候关闭它的多单，以及它什么时候开新的单子。比特币跟 SOL 是今天早上开的，毫无疑问，它一开完之后呢，就在1-2个小时之内比特币价格从91000涨去93000。所以你问我怎么看待这个巨金呢？我认为短线来说，它有一个羊群效应大家认为它是内幕哥，知道什么就会跟着它。但是你仔细回看10月11号那一天，曾经浮亏2600万，并没有做好止盈，所以呢，最终昨天晚上是浮亏的。那中长线跟着它确实没有什么优势这里的话也要提醒一下各位，在震荡的行情当中，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你可以特别去留意一下 CoinGlass 这个网站，去留意 BTC 的资金费率那也就是加权平均资金费率。告诉自己，如果想做空的时候呢，一旦看到这个资金费率是接近0或者是负数的情况，那这个情况代表着场内的资金一面倒的去追空做空比特币，导致呢做空的人开始要付利息给做多的人，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多半是比特币横盘震荡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些往上的行情。那相反呢，当场内的资金开始大量的去做多比特币，资金费率回归到正常的水平左右，那你可以考量看空的时间节点。我讲的不是单以资金费率去判断，是 K 线上面你看到做多的机会，你就要看现在到底是不是负资金费率，或者是接近0的资金费率。这样子的话有助于你的多单获利。当你想要做空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看现在资金费率呢是不是回归到正常接近于 0.01 的水平。如果是的话，你的空头也有利，因为市场里面呢开始回归做多情绪，你的判断就是震荡的时候呢，做多情绪高就是你看跌的时间，做空情绪高就是你做多的时间。那配合资金费率和 K 线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最后呢，来分享一个观点美联储降息未能提振市场，比特币跌破9万美元，后市该怎么走？那在大家都知道周四的时候，也就是2月11日亚洲交易时段，尽管美联储刚刚宣布降息25个基点，但比特币价格仍然没有确定上涨，反而在9万的美元这个关口附近挣扎。那美联储承认美国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，市场情绪的话还是比较谨慎的。
焦点的话转向即将到来的日本央行决议，应该是在12月18日。那在整个交易阶段的话，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波动区间的，在这里呢做仓位，其实我觉得是浪费子弹的一个行为啊，就是我们还是等到趋势线到了之后呢，再决定它这个方向怎么走。那降息的靴子落地，为何市场还是反应这么冷淡呢？因为我在上一支影片我就已经明确讲过，它这个信息的话已经被提前就是消化完了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利好，但是这个利好呢就已经被提前消化掉了。大家都知道它会降息25个基点，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啊，也不是事实，就每个人都提前知道了，那肯定是被过度消化掉了，对吧？再来是比特币价格跌破9万，抛压见顶了吗？自10月初以来啊，比特币经历了数周的抛售，一次重大的清算事件导致190亿的杠杆，这就黑天鹅事件啊，是10月11日的时候。那即便是微策略的领导，在12月1日到7日期间啊，斥巨资然后买入10624枚比特币，但也未能将价格稳定在94000美元上方。所以呢，它这个需求就是说，需求结构正在被结构性卖压吞没。他补充说，比特币的下一个重要支撑位是在88500美元，而85000的话则是最终的关键底线。那市场还是有好消息的，像变相 QE 启动，每月400亿美元购债注入流动性啊。这个举止的话，确保银行系统的储备不仅当前宽裕，那即便是在明年4月15日报税季等季节性资金紧张时期呢，依然充裕。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强调了这一点啊。最后是链上数据呢，带来一些积极的信号。最新的报告指出，加密货币交易所当中的比特币流入量已经是从11月高点大幅下降，距今也减少了向交易所存入比特币的数量，这有助于降低短期的一个卖压。那也有指出，11月中旬以来，短期持有者一直在亏本出售。从历史上看，这种行为的话，通常在市场情绪全面投降后出现，也往往预示着卖压即将枯竭。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为何多重的宏观影响下，比特币仍然在92000附近找到暂时的稳定。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，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，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、体验金的奖励。另外，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，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。该权限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，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。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。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，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，支撑阻力点位，清算关键位，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。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，市场阴晴不定，还是要敬畏市场，减少开单，保护我们的本金。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，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，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，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YP 掉线了，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，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，我们会耐心解答，感谢支持。